一位前 NBA 第6顺位的新秀，上个赛季场均还能拿到17.6分，甚至曾经在 NBA 总决赛单场只打了22分钟就轰下了27分。结果现在他的新合同是多少？2年1600万美元。没错，平均1年只有800万。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份看起来并不算大的合同，很可能恰恰是马瑟林自己想要的。今天有爆料，本尼迪克特·马瑟林已经和新奥尔良鹈鹕达成了一份2年1600万美元的合同协议，而且第2年还是球员选项。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条普通自由球员的新闻，但你仔细看这个合同结构，就会发现这件事情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根本不是马瑟林去了鹈鹕，而是一个24岁的前6号秀为什么不想要一份更长期、更加稳定的合同呢？答案很可能只有3个字：赌自己。知名记者 Shams Charania 在报道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马瑟林这一边真正优先考虑的是找到一条最快能够在2027年重新进入完全自由球员市场的道路。换句话说，他现在并不希望被一份长期合同给锁住，因为如果他到新奥尔良之后打出一个真正的突破赛季，明年夏天他可以利用第2年的球员选项重新掌握自己的未来。所以这份2年1600万，老 K 把它理解成表面上是2年合同，实际上可能只是马瑟林给自己的1年考试而已。如果考好了，2027年重新谈价格；如果打爆了，现在这800万左右的年薪就可能只是下一份大合同之前的跳板。但问题也来了，如果这个年轻人真的这么有潜力，为什么今年的市场没有直接给他一份漂亮的长期大合同呢？这件事老 K 得从马瑟林过去1年的处境说起。许多球迷可能都快忘了，马瑟林其实是2022年 NBA 选秀的第6顺位。步行者当年非常看好他的得分能力，他的特点一直都非常明显，冲击篮筐很凶，身体素质很好，还能够犯规。而且某些比赛一旦手感来了，短时间内真的可以连续爆分。最经典的一场就是2025年 NBA 总决赛，步行者对雷霆的第3场，马瑟林替补登场只打了22分钟，直接轰下27分。一个22岁的年轻球员第一次站上 NBA 总决赛这种舞台，替补22分钟拿27分，这什么概念？那一个晚上之后，许多人都觉得这个年轻人的下一份合同可能不会便宜。但是 NBA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残酷，单场爆发是一回事儿，球队愿不愿意长期把你当成核心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上个赛季马瑟林一共打了54场比赛，场均 17.6 分， 5.4 个篮板， 2.4 次助攻，数字看起来不错，可他的3分命中率只有大约 31.5%， 而且一直围绕着他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究竟是一个可以长期成为优秀首发的年轻侧翼呢，还是一个更适合作为替补席第1得分点的第6人？这2种定位在 NBA 市场上的价格差别非常大。如果你相信第一种，那24岁场均17分，前6号秀，800万1年当然非常便宜。但如果你认为他的投射、组织和防守还不足以支撑稳定的高水平首发，那么市场给出的价格突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所以马瑟林实际上现在正在挑战整个联盟对他的判断。联盟现在可能在告诉他，我们觉得你大概现在就值这个价。而马瑟林的回答可能是，哦，可以，那我明年再让你们重新定一次价。这就是这个合同最有节目效果的地方。而另外咱们不得不提洛杉矶快船，因为马瑟林不是一直效力鹈鹕，今年2月份步行者和快船完成了一笔大交易，马瑟林来到洛杉矶，另外一边祖巴茨去了印第安纳。结果马瑟林来到快船之后，第1场比赛就非常夸张，替补出战直接拿到38分。你想一想这个故事，2月份刚刚通过祖巴茨的交易来到洛杉矶，第1场就38分，才只有24岁，曾经的第6顺位。可结果半年左右之后，现在有可能直接去到新奥尔良。所以快船球迷现在完全可以问一句，那么当初这笔交易里面马瑟林到底算什么？这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合同细节，快船此前给马瑟林开出了一份大约880万美元的资质报价，也就是 qualifying offer。 这种是球队向即将合同到期的新秀或者特定球员提供的一份1年期标准薪资合同，作用是为了转换身份。当球员的新秀合同到期的时候，如果球队按时向他提供了这份 QO， 这个球员就会从完全自由球员变成受限制自由球员。
这意味着当其他球队向该球员开出新合同的时候，母队拥有 match right， 有优先拒绝权，只要母队匹配相同的条件，就能把球员留下来。而如果球队不提供 QO， 球员就会直接变成完全自由球员 UFA， 那么母队将彻底失去匹配其他球队报价的权利。所以 QO 的金额不是球队随意开的，而是根据球员此前的薪资状况、选秀的顺位或者球龄，按照联盟劳资协议的固定方式自动计算出来的。它的主要意义是程序上的一把钥匙，金额本身往往远低于球员在自由市场上的真实价值。而球员的选择方面呢，大多数情况下，球员和经纪人会拒绝这份1年的 QO， 转而和母队谈判一份更大、更长期的多年合同，或者去探索其他球队的报价。而如果球员在自由市场上找不到满意的大合同，他也可以选择真正签下这份1年期的 QO 合同。打完这1年之后，他在第2年夏天就会自动成为完全自由球员，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去留，母队将无法再限制他。所以对马瑟林来说，有了这份 QO， 他原本属于受限制自由球员。而根据 Shams 的报道，马瑟林的团队已经找到了快船，希望球队撤回这份 QO， 让他能够完成加盟鹈鹕的操作。快船还没有正式撤回，但他们会和马瑟林合作，帮助他完成前往新奥尔良的操作。如果接下来快船正式撤回 QO， 球队完成全部的手续，那就是这件事情的下一步。但是更有趣的事情还在后面，因为鹈鹕不是今天突然看上马瑟林的，新奥尔良已经追求他超过1年了。这就说明在鹈鹕管理层的角度看，马瑟林很可能不是随便填一个阵容的位置而已，他们是真的长期很喜欢这个球员。现在鹈鹕的年轻阵容里面已经有了西安威廉森、特雷墨菲、德里克奎因、杰里迈亚菲尔斯，现在再加入一个24岁的马瑟林，你会发现这支球队拥有不少年轻的天赋，拥有不少能够自己创造得分的球员。但与此同时，新的问题马上就出现了，球权到底怎么分？马瑟林究竟打首发呢，还是继续做第6人？他如果想在2027年重新进入自由市场，拿到真正的大合同，就必须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替补得分手，他要证明自己能够在一支球队里面承担更加稳定、更加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这条新闻不简简单单是鹈鹕用1600万签了一个人，而是一个24岁的球员正在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一次非常明确的选择。他可以选择稳定，也可以选择更长时间的球队控制，但至少从现在的信息来看，马瑟林更加在意的是尽快重新掌握自己的自由。如果26到27赛季他在鹈鹕场均能够冲到20分左右，3分效率又明显回升，同时证明自己能够成为稳定的首发，那么明年夏天我们再回头看，可能会发现2年1600万根本不是他的终点，而只是他下一份大合同之前的一块跳板而已。当然风险同样存在，如果他的3分球仍然不稳定，组织防守没有明显提升，最后联盟依然会把他定位成一个第6人得分手，那么1年之后市场给他的答案可能还是一样。所以这不是一份没有风险的合同，这是一次真正的职业生涯豪赌。现在老 K 想知道的是，如果你是马瑟林，24岁前6号秀，场均17.6分，现在的市场没有给你理想中的长期合同，你会选择一份更稳定的多年合同呢，还是像他现在这样只签短约，然后赌自己1年？但如果受伤了怎么办？重伤了又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作为鹈鹕用2年1600万拿下马瑟林，这到底是捡漏了，还是市场给他的价格其实非常准确？请在评论区告诉老 K。1年之后我们很可能重新回来讨论今天这份合同，到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马瑟林今天做的这个决定究竟是一次漂亮的提前布局，还是一次高风险的错误的判断。这里是老 K NBA， 一个有温度的篮球频道，山水有相逢，咱们后会有期。